龙也要变成王志安了吗？马龙因为太受台湾人欢迎，5年不能来。杨倩、彭义航太受台湾人欢迎，5年不能来。请问依据在哪里？你这样开罚之后，谁还敢邀啊？陆委会切结声明，如果发表政治性言论，立刻终止行程。这5天没有任何的陆委会的官员来跟我要终止行程，突然间就说关5年，我们还是民主国家吗？台湾的民进党丢脸，这么多大人去霸凌20岁的女生。赖清德总统2014年到上海去，他讲了台独，大陆有立刻停止他行程吗？没有。有封杀他吗？没有。马英九总统讲了中华民国宪法1国2区，他有被停止所有行程吗？没有。结果宋思瑶讲了惯用语中国台北，你民进党要全党去霸凌他，还是挺南韩的戒严。所以我说民进党真正制造对立的是你们，应该是用民主风度、开放的气氛反过来影响他们嘛。结果陆生看到只是霸凌、叫嚣、王一川。赖清德不只想当泽伦斯基，他还想当尹锡悦。民进党挺南韩戒严文，全球笑话1个字绝。民进党对两岸问题满满恶意藏不住，用恐惧教会青鸟，只有民进党是民主自由，只有民进党能够执政台湾。所以把两岸交流完成两岸交锋，就是他们的本意。你好骚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进党对于两岸问题满满的恶意呢，是完全藏不住了。心不甘情不愿去面对现实，现在的两岸问题，还有人愿意顶着你的抹红攻击做交流？照黑熊的说法，就交流都是统战，那干嘛控管？直接禁止就好啦，控什么管？把所有在台湾有中国背景的人通通赶出去，比较快。再来啊，他说中国的目标就是血洗台湾嘛。赖清德现在很恨啊，因为今年初的投票，赖清德只有40%的选票。觉得现在台湾人不够抗中保台，这一次本来想打一张组合拳，重新形塑抗中保台的大潮，来绑架全台湾人民。所以他透过出访加强跟美国的一些假象，再来希望引发围台军演，然后内部又有陆生团文化认知统战，挑起恐共、恨共、反共的恐惧感，对抗中国的威胁嘛。所以把两岸交流完成两岸交锋，就是他们的本意。所以对岸也定性得很清楚嘛，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本质就是台独。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困境，他用恐惧教会了他的支持者，只有民进党是民主自由，是真正的进步，只有民进党能够执政台湾，否则的话台湾就失去了民主自由，台湾就不再进步。所以最后就形成一个全球笑话，民进党挺南韩戒严文，全世界都知道你民进党号称在民主当中诞生支持戒严的政党，现在派出青鸟，全网络到处追杀出征啊！所以要不要去出征韩国的3大报啊？今年这一次让人眼界大开说，哇，民进党害怕学生害怕到这种程度。民进党的反应证明了我们这个活动真的办得很成功。我也听说他们民进党政府根本不想要办，只是因为可能我们已经宣布了要请马龙来，然后他们内部评估马龙是大陆的球员，可能台湾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热度，硬生生的阻挡不好。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这9天8夜到处都是人潮，而且一天比一天多出来支持两岸交流，所以绿色政客后来就很紧张，觉得说再给他这样弄下去，抗中牌就没效了。因为马龙、杨倩不要讲，神仙妹妹彭义航他们的对照组是沈伯洋、王一川、黄捷，然后大家觉得说哇，原来大陆的同学这么彬彬有礼，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传统定义的共产党。可是我们的民进党呲牙咧嘴，态度蛮横，胡乱栽赃，然后针对一群20几岁的孩子们轮番炮轰霸凌，不愧是霸凌党，而且现在就是用戒严心态在处理两岸关系。所以我说制造对立的其实是民进党的立委跟侧翼文人，不是我们这个团。要不然为什么你不能解释在政大、文化、阳明交大跟长庚4所大学都没有一个学生来抗议？高雄女高也没有，那为什么到最后台大跟清大有？显然后面这些抗议是有一个政治性。但老实讲，我们的赖清德总统2014年到上海去，他讲了台独，大陆有立刻停止他行程吗？没有。有封杀他吗？没有。那我们马英九总统去年我们到了湖南，他讲了中华民国宪法1国2区，他有被停止所有行程吗？没有。结果宋思瑶一个20岁的大学女生讲了惯用语中国台北，你民进党要全党去霸凌他，所以我们比大陆都还不如。他们以为这样的连环设计会激起台湾人的怒火，结果没有，更多人看到的是绿色的玻璃心。台湾的民进党丢脸，这么多的大人去霸凌一个20岁的女生，还去挺南韩的戒严。所以我说民进党真正制造对立的是你们。一拳禁止打在宋思瑶身上。2个点跟民进党分享一下。第一个，宋思瑶讲中国台北，这不就是民进党的用法吗？贵党始终坚持的是中华台北嘛。对，提倡两岸交流的朋友也都会依据1981年洛桑协定、中华奥会当时国际奥会所正式签订的中华台北用法。现在宋思瑶把中华台北证明中国台北，这不是你要的吗？搞不好还在抗议萧旭成呢，怎么会去出征他呢？应该大量支持，你现场不要换成谢谢宋思瑶帮我们证明，你看你就不会龇牙咧嘴，每个青年
结果你们勾了半天，韩国人以为是蟾蜍，过，好丢脸。所以重点是我们台湾人有没有自信嘛？那你民进党如果没有自信，你就公开承认嘛。这些人回去搞不好还被严审什么？哇，你们是去台湾被洗脑，对不对？应该是用民主风度、开放的气氛跟自由来反过来影响他们嘛？不是，结果陆生看到只是霸凌、叫嚣、王义川。新民进党他这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民主自由国家，不，他是民主铁拳。宋思尧只是找个借口，就事实上你两岸交流就是想要把它完成交恶，但他们又不敢玩太过头，因为他们也知道，如果真的惹得现在对岸一拳打过来，他也扛不住。这让我想起一位故人王志安先生，他现在还在跟民进党打官司，因为上次他来台湾观选，只是看了民进党场子，感叹了一句：“不要卖弄悲情嘛。”啪，民主铁拳一拳招呼，5年内禁止入境。跟马英九基金会的遭遇可能是一样的，所以原来马龙也要变成王志安了吗？所以马龙、彭义航、萧旭成、马英九都是下个王志安。简单讲，只要能够造成两岸交流正面效应，他全部都要封杀。马龙因为太受台湾人欢迎了，5年不能来；杨倩、彭义航太受台湾人欢迎了，5年不能来。未来我们可能想要邀请的钱宏禅、樊振东、潘展乐，全部都是5年之内不能邀。王志安也是个好例子。我们今天宋思尧讲的不过是他个人的一个习惯用语，你就无限上纲到这样子追杀。那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讲的很好听哦，说什么啊马英九基金会不能邀，还有其他单位邀。如果今天其他团体邀的大陆人士再讲一个你不中听的话，他这样给你管个5年10年，你这样开罚之后谁还敢邀啊？这叫做寒蝉效应啊！你们律师费可能要先准备一下。我们跟陆委会的切结声明，第一点，如果有发表什么政治性言论的话，就要立刻终止行程。宋思尧是12月1号讲的嘛，我们行程是12月5号结束了嘛，这5天没有任何的陆委会的官员来跟我要终止行程，所以白纸黑字。我们并没有违规，那为什么广川问陆委会主委一直逼问，我们就被处罚？请问依据在哪里？马龙何其无辜啊！他只不过是因为太受台湾人欢迎，突然间就说关5年，我们还是民主国家吗？他就告诉我要戒严呢，他的支持者也要戒严。戒严党，民进党他想要透过媒体洗他完全忽略了您现在透过的资讯管道是超乎民进党掌握之外，更不管你这东西。他们连在翠上面青鸟都输给彭义航，输给马龙。即便中国台湾的消息出来之后，也没多少人跟青鸟疯。跟你讲一个秘辛，当初在谈判我们这个团的案子的时候，他们的高层就透过陆委会跟我们讲，如果我们不把中南女中的行程取消，他们这个团都要否决。原来他们那么在乎中南女中的行程，在乎到连连泽雅这种文人都甘于出来做韩思栋假新闻。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中南女中对马龙的欢迎会渗透到高中生以下，会变成破窗效应，而这些人3年后就要投票了。所以民进党要当机立断，就是为了保卫政权。这整个背后是4个大事件，快把民进党给击垮了。不看镜花水月，中国崛起的后劲，川普海啸。现在多了一个韩国笑话，其实韩国那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这民进党自己踩下去，所以代表说民进党的心里面有这个100%。所以尹锡悦不小心破了赖清德的梗，你知道吗？破了梗之后，哇，那怎么用啊？天哪，快疯了！原来赖清德不只想当泽伦斯基，他还想当尹锡悦，2大偶像嘛。但是因为尹锡悦实在是不给力，他的军队控制力很差，所以他的戒严政变失败嘛，之后反而变成赖清德的紧箍咒。他回来之后，他必须要公开说他绝对不支持戒严。如果他不讲，等于是再次认证确实吹的那些文章就是代表民进党。